在视频开始之前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各位的肾都还好吗？在这之前，有关嘎腰子的新闻可真是层出不穷。记得小时候就听说过这样的传闻，什么被人迷晕，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被嘎了腰子了。先不管是真是假的，听着真的是瘆得慌。然而更加离谱的是，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过一档与腰子有关的综艺节目，现场有3名急需要用肾的病人同台竞争，为的就是得到捐赠者的肾。果然，在节目播出后被喷得体无完肤。对于病人来说，肾脏是救命用的，怎么能够当成比赛，甚至拍成电视节目播出呢？这未免也太奇葩了。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档综艺节目究竟是在搞什么鬼。众所周知，人有2个肾脏，只要肾功能一切正常，少一个问题也不大。当然话不能这么说，因为正常人谁想少一个呢？除非因为疾病导致其中一个出现问题，或者被切除了。只靠一个肾对于人的寿命影响不会太大。不过当年苹果4刚出来的时候，那可真是炙手可热，手机被炒到了天价不说，甚至有人不惜卖肾换手机，这可不是什么段子，还真就有老哥这么干过。所以这也是为何苹果手机一度被称为肾机的原因。但是我国法律有明文规定，买卖人体器官是违法的，所以这样的摘肾手术根本就不可能在合法机构当中进行，自然就难保手术的安全性。据说当年卖肾的小伙在术后1个多星期，伤口就出现了感染，最后的诊断结果为肾功能受损，后半生都要躺在床上，各位可千万不要学他。其实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卖肾都是违法的，除去一个，那就是伊朗，它是全球唯一一个器官合法交易的国家。在那里，穷人拿命换钱，富人拿钱续命，彼此互惠互利，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情。实际上，肾移植手术并不难，难的就是没有肾源，除非是定点给亲人捐肾，其他可提供移植的肾源则是严重短缺。绝大多数尿毒症患者想要移植健康的肾脏，他们能做的也只有等一颗能够与自己匹配的肾，这何其困难。2007年6月1日，一档不同寻常的真人秀节目在荷兰 BNN 频道播出，节目名为《伟大的捐助者》，主人公是37岁的丽莎，她患有脑瘤，所剩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善良的丽莎想在最后的时光里捐出自己健康的肾脏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经过初步筛选，有25名患者能够匹配丽莎的肾脏，而按照节目规定，只有3名候选人有机会登台竞技。为此，丽莎要先进行一波预选，通过简单了解候选人的简历，上面包括了他们的个人资料、爱好、生活习惯等等。丽莎依次淘汰了50岁以上的人、吸烟者、本身不是捐赠者的人，以及平时不做任何志愿者活动的无业游民。除去这些人后，终于角逐出最后3位候选人，他们分别是艾斯特、文森特和夏洛特。在正式节目中，主持人提出了各种问题，引导观众了解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。3位候选人分别讲述了自己生病的故事，从发现疾病到治疗，最后是等待肾源的过程，真是一把辛酸泪。不仅如此，候选人还事先准备了亲朋好友的加油视频，在场的所有观众都为之动容。在此过程中，观众们可以通过短信给丽莎提供参考意见，支持自己最想帮助的候选人。在接近节目尾声，每位候选人都有30秒的时间，最后再向丽莎争取一次，而丽莎也询问了每位候选人一个问题，然后就要做出最终的决定了。话说，看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怪怪的？肾就只有1个，却大费周章让3位候选人上台陈述自己的病情，以此打动丽莎和观众，这不就等于当众揭开别人的伤疤，还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消遣吗？简直是太不人道了。然而，不管有多么的难以理解，节目还是按照流程进行着，到最后也马上迎来最高潮的部分，丽莎即将决策出最有资格接受捐赠的候选人。但是这颗肾脏对于每位候选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，丽莎的一句话就能够决定他们的命运，因此她很是纠结，看上去也面露难色。在淘汰掉艾斯特后，观众们更加紧张了。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反转来了。就当丽莎马上就要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，主持人突然打断了她。丽莎，等等，我先暂停一下，我想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。那是因为我国的器官捐赠情况令人非常担忧。2007年有超过1400名病人正在等待器官，可希望非常渺茫，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多一点器官捐献者。听到这里，现场一片哗然。
原来这场节目从头到尾都是骗局，所谓的丽莎也根本就不是什么绝症患者，而是一名演员。而那3名候选人确实是肾功能衰竭的患者，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苦苦等待着肾源。而该节目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高人们对于当前器官捐赠现状的认识，从而呼吁更多人能够登记成为捐助者。其实这个节目的起源是一名电视制作人无意间看到的一则新闻，有好心人捐出了自己的肾脏，他突发奇想，如果在此基础上多设计一些桥段，是否能够做成不错的节目？很快经过多方讨论，大家似乎都有同样的顾虑，这想法是不错，但在电视节目当中捐肾确实有些不道德，绝对会被喷的。最后他们讨论出一个方案，那就是假装捐肾，其余的先保密。那么节目的框架有了，找谁来完成呢？既然是骗局，那在揭晓真相之前就必须完全对外保密。为此，项目经理塞巴斯蒂安特地组建了一个微型团队，就连新招聘的编辑一开始也都被蒙在鼓里。而主持人帕特里克大约是在节目播出前5个月定下了这一工作。当得知 BNN 的这档新节目的奖品是一颗肾脏时，他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大概是预想到了节目播出后肯定会陷入舆论的漩涡。不过后来帕特里克听说 BNN 想找个演员合作，只是做个秀而已，他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。另一边，饰演丽莎的演员名叫莱昂尼，他上过一些戏剧课程，也曾经客串过 BNN 的节目。莱昂尼与塞巴斯蒂安简单讨论过后，他接受了这份工作，并签署了保密协议。虽然莱昂尼隐约感到了一丝奇怪，但他没有多问什么。然而签完字后，他才被告知真相。原来他这次饰演的对象是一名身患绝症的妇女。在节目当中，丽莎要捐赠自己的肾脏，莱昂尼需要演出那种极其纠结的复杂情绪。当然，节目的本意并不是如此。得知真相后的莱昂尼非常的震惊。据他透露，当天晚上他一直心神不宁，担心自己胜任不了这份工作。后来他转念一想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充满正能量的，他必须要全力以赴完成这份工作，也算是为器官捐赠的事业尽一份力了。至于3位候选人，其实一开始主持人帕特里克也认为，既然捐赠者是假的，那么候选人自然也可以找演员了。不过经过几次讨论，节目制作人还是坚持寻找真实的肾病患者，因为这档节目为的就是让观众了解这些患者最真实的生活状态。如果连他们都是虚假的，那就很难吸引人们真正关注到这一群体。与此同时，工作人员开始寻找愿意上电视的肾病患者进行对接。好在这个团队的每个人都严格遵守了保密协议，在节目播出前没有走漏任何风声，否则这一切努力都要白费了。实际上，这个节目差一点点就要流产了。因为在播出之前 ，BNN 就放出风声，计划播出一档别开生面的真人秀比赛，3名病人将争夺一颗来自绝症患者捐赠的肾脏。在此期间，观众还能通过发短信来左右捐赠者最后做出来的决定。这件事情明明关乎他人性命，却以电视节目这种娱乐方式进行，引起了观众极大的愤慨。没过多久，这还惊动了几个荷兰的政党，他们认为这样的规则对于那些被淘汰的病友实在是太残忍了。于是出面表示不建议播出这样的节目。不仅如此，荷兰移植基金会也批评了 BNN 这次有点过头了，有损国家形象。眼看节目都还没有播出，就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， BNN 也是头铁，他不顾外界所有的批评，依然头铁继续播出。最后的反转，大家刚才也都看到了，这都是节目组事先安排的桥段。同时，他们也非常诚恳的希望得到观众们的理解。所以，当这些候选人把自己的故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之后，节目组尽可能的让电视机前的人们知道了，目前器官捐赠的缺口非常庞大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肾移植手术反而不是最难的一个部分。如果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肾病患者就能有多一些活下去的希望。当然，这种宣传方式确实简单粗暴，但效果也绝对是立竿见影的。据说在节目播出后， BNN 至少接到了12000通电话，都是咨询有关于器官捐赠的问题。当晚，国家捐赠者登记处的网站差点就要被挤爆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有超过4万名用户填写了捐助者表格。在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里，陆续有超过7000名新注册的用户。多亏了这个节目，器官捐赠一下子引起了民众的兴趣。后来，专门的器官捐赠协调小组应运而生。他们还向卫生部提交了几份计划书，致力于增加器官捐赠者的数量。其实不管结果如何，起码很多人都已经了解了器官捐赠的重要性。而那些参加节目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呢？令人欣喜的是，3位候选人都非常健康。由于节目的号召力，捐赠的肾源变多了，他们也都陆续做了移植手术，康复过程也非常的顺利。此后，艾斯特担任了肾脏疾病主题大使，文森特则去大学做过演讲，
也在另外一些电视节目当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夏洛特则与智障人士一起工作，经常开展一些与肾病有关的活动。而饰演丽莎的演员莱昂尼，他经营了一家培训机构。据他透露，自己并不会刻意提到《伟大的捐助者》这档节目，但有时候还是会被眼尖的学员认出来。所以就算时隔多年，莱昂尼还是会感慨当年的节目非常有影响力。其实 BNN 的创始人巴特就是一名肾功能衰竭的患者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因一场车祸肾功能损伤，后来在1997年重获肾源，成功进行了移植手术。然而在2002年5月，巴特去世。作为纪念，他的照片一直被贴在演播室里。也许很大程度上，这个节目也是 BNN 对创始人巴特的一种悼念吧。2008年11月24日，伟大的捐助者获得了国际艾美奖，无疑是莫大的肯定。虽然它是个骗局，但好歹也算是正能量剧本，只不过多了点反转剧情。如果没有这一噱头，估计节目效果会差一大截。仔细想来，这个节目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，指出了器官捐赠的缺口，一方面唤醒了民众的捐赠意识，而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政府有所作为。实际上，在公布真相之前，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个节目没有道德，而现实就是这样的噱头赚足了流量，也算是一种极端的营销。最起码结局是好的，至于过程注定是备受争议的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满分是10分，各位会给这个节目打几分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